大家过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塔尔月。前不久，3位女孩去日本北海道小樽旅游，在上山的路上，她们3人看到一个凸面镜，便停下脚步，对着镜子拍照。回来之后，突然发现其中一张照片。大家看最右边这个朋友身上多出来一个人头，大家仔细看，这是女孩的羽绒服的轮廓，怎么也看不出为何多出来这么一个人。而且对方没有脚，只露出了这个上半身。他们确定上山时这条路上没有其他任何游客，他们确定拍照时只有他们3人在镜前。当事人小姐姐告诉我，最右边这位小姐姐恰巧一直身体都不好，是他们3个里最弱的。他们后来又找到其他凸面镜，怎么研究也拍不出那种场面。难不成真的在日本遇见鬼了？希望有朋友能给出科学的猜测。说到镜子就让我想起了日本互联网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恐怖故事，不要对着镜子右鞠躬。这个事件非常长，今天趁着过年一口气讲给大家。2009年11月24日中午12点，一位日本网友伊东讲述了自己过去2年半间因为手欠玩招魂游戏遭遇的系列离奇恐怖事件，有点类似于左央的那个遭遇。伊东开头告诫大家，如果一个人被脏东西给缠绕上，被附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我的亲身经验来看，只凭1、2次的驱魔仪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人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被侵蚀的，而且做驱邪失败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就拿我自己来说，大约花了2年半的时间。目前我虽说手脚健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没有任何标准能判断过去2年半间我经历的一切是否真的结束了。当时我23岁，刚毕业1年，每天努力的生活着。我所就职的公司在东京，很小，其中有一个北海道来的同事叫小欧，我们2个同期进入公司，关系最好。小欧懂得非常多，人脉也很广，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民间禁忌仪式，比如你一旦做了什么一整套动作就会招阴，最后那个恐怖的东西会出现等等。年轻人嘛，都把这些当作笑谈。一东说，8月初我和小欧以及我们搭讪的2个妹子4个人相约去某个著名的灵异场所试胆，那个地方很阴森恐怖，可到头来什么也没发生。我们4个在那玩得很高兴，回来之后继续上班。又过了3天，我们公司有个潜规则，就是到了晚上只要主管还没走，我们这些新人也不能下班，因此每天都拖到很晚。那天晚上到家已经快后半夜了，我非常疲惫，浑浑噩噩的。我至今都无法理解我那天到家后的举动。我自己一个人独居在一个小公寓里，那天到了家门口后，我居然对着镜子做了一整套小欧警告的那个不能做的仪式。当然为了保护大家，楼主没有说这套动作具体是什么，只不过最后一个动作是对着镜子向右鞠躬，而且这个右鞠躬也是楼主编的真正的动作他为了保护大家没有透露出来。一东说，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还碎碎念了一句，怎么可能出现？可我一回头，房间正中间出现了一个家伙，他的外表看起来异于常人，大概有1.6米高，干枯的长发像帘幕一样掩着整张脸直到腰际，而且我看到他的脸上还贴了几张像符咒一样的东西。他身上穿着那种给王者穿的白色和服，轻轻的左右摇晃着。看见这样一个东西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我瞬间石化，发不出声音，做不了任何动作。一东说，请大家想想看，在我这个狭小又安静的房间中央站着一个恐怖的人，而且我知道这是我自己招来的。我大脑像被卷入漩涡一样乱作一团。更恐怖的是，我打开房灯，没想到变得更为恐怖了，因为这个东西全貌突然让我看得一清二楚。只见他身旁泛着青光，我下意识的就决定立刻逃跑。我不敢回头，只能将视线放在他的身上，一点一点向屋外移动。没想到他突然左右剧烈摇晃起来，同时发出了像呻吟的声音。接下来我就没有记忆了。等我再出现记忆的时候，我躺在车站前的超市里，超市中一群人包围着我查看情况，这让我放心下来。但脑中依旧一片混乱，心中无限悔恨。我为什么要手欠做那个仪式？除此之外，我还想到我是不是没锁门？
但是就算没锁门，我也不可能有勇气回家了。一整晚我都待在餐厅里，直到天色开始转亮之后，我才战战兢兢地又回到家。打开房门，太好了，那个东西消失了。这时我又开始思索着，会不会昨晚什么都没发生，是我的幻觉亦或一场噩梦？虽然记忆很清晰，但我还是宽下心来查看房间各个角落。很好，它消失了。可是紧接着，房间中的一切显示着昨晚那些恐怖场景确确实实发生过。一东说，昨天那个家伙站立的地方，也就是房间的正中央，地面布满了恶臭的烂泥巴。此时我才意识到，昨晚一切呀是真实的，我便又陷入到极度恐惧中。我昨晚走时没有关灯，但此刻灯是关着的。仔细一看，电灯开关那里也有一些泥巴，很显然是这个家伙关上的。一东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接受它。我居然还把房间打扫干净，又冲了个澡，然后出门去上班。一东继续说，臭味久久不散，让我很不爽，但毕竟刚入职不久，要跟公司请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到了公司之后啊，我找机会和小欧聊天，毕竟这一套仪式是他教给我的呀，他会有什么说法或办法吗？楼主对小欧说，我昨天做了那一套仪式了，没想到那个家伙真的出来了。说完这话之后，没想到小欧哈哈哈笑了出来，觉得我是开玩笑。我继续说，真的出现了恐怖的东西，还给小欧讲了一下那个东西的长相。小欧还是不太信，于是我用非常平静的语气把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讲给他。终于小欧也开始正经起来，将信将疑。于是小欧同意晚上下班后陪我回家查看情况。当晚10点我们两个到家，打开房门的瞬间，早上那股泥巴恶臭的味道扑面而来。小欧嘀咕了一声，真的假的？看到他相信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毕竟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相信我昨晚的恐怖遭遇。接下来，小欧结结巴巴地说：“你快去找人做个驱邪吧，我也帮你找人问问。”说罢，小欧就离开了，逃回了自己家。他的这个表现啊，早在一东的意料之中，但是一东还是期待他的人脉能够想办法处理。当晚，一东去外面的胶囊旅馆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一东顾不上什么旷工了，直接来到附近的寺庙求助，将那晚的来龙去脉说明后，没想到有僧人说：“哦，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听说过哎，估计你是自己吓唬自己吧，我们不是专门处理这些的。你放松心情，心情好一点就没事了。”一上午，一东跑了好几家知名的寺庙与神社，得到的大差不差都是这种答复。无奈之下，一东只能回老家埼玉县向家人求助。楼主的老家在东京北边的埼玉啊，就是去年中国队被日本踢了7-0的地方。一东最想求助的人其实是住在长崎的外婆，因为外婆认识一位年长的寺庙女住持 S 老师。一东说，这位 S 老师啊，我见过他几次，他所属的宗教门派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那种非常正规，不是那些民间神棍可比的。也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缘故，他们都十分虔诚地供奉神明。S 老师待人亲和又沉稳，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在埼玉这边买了块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打电话给远在长崎的外婆，让外婆咨询这位 S 老师，他帮我们祭拜了之后才平安动工的。一东坐公交到达老家埼玉附近的公交站时，已经天黑了。一东说，老家这边啊和热闹的东京不同，到处都是工厂。晚上9点，街道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从巴士站走到我家大概要20分钟，加快脚步在昏暗无人的街上走，街灯整齐地并列在旁。在这寂静无人的黑夜之中，我突然感到一阵害怕。前天家中恐怖场景又开始在我脑中播放起来。不过幸好那个家伙没出现，不知是夜晚带来了些许凉意，还是我身体发生了问题。走着走着，我总觉着脖子根部的皮肤在发热，就好像把绳子缠在脖子上，然后两边来回拉扯那种感觉，脖子好热，隐隐刺痛的。我用手一摸，好像是疹子一样的东西。我的双脚也从快走变为全力狂奔，气喘吁吁的，终于走到了自家大门前。开门的一刻，妈妈正好刚和远在长崎的外婆通完电话。妈妈说：“你到底怎么了？
外婆那边打电话说你出事了，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外婆那边刚刚联系了 S 老师，他说可以让你去长崎那边一趟。你的脖子怎么了？伊东照着镜子，发现自己脖子根部附线出现了清晰可见的红线，像被绳子缠绕过一样。仔细看，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疹子。伊东说我不禁全身颤抖起来，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回答妈妈的问题，就直接跑到楼上。我家楼上房间里有一个小型佛像，我立刻跪在佛像前念着南无阿弥陀佛。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这时爸爸走了过来，大吼道：你怎么了？妈妈哭出声来了，又给外婆打了个电话。直到此刻，伊东说我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因为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病变。远在长崎的外婆去找 S 老师求助， S 老师决定亲自过来看我。然而 S 老师最近事情繁多且年事已高，等他处理完手头事赶过来少说也要3个礼拜以后。而伊东说我现在身体上的病变已经让我每分每秒都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1分钟几乎都不能忍耐。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3天。头2天我一直发高烧，脖子上大量出汗，其中第2天还渗出很多血来。好在第3天早上烧停了，这一天就是感觉到脖子上异常的瘙痒，又刺又痒，稍微用毛巾或手碰到就会传来阵阵刺痛。这一天我又在被窝里蜷缩到了傍晚，努力不去想它，但起身上厕所时还是会忍不住照镜子。透过镜子，我再次确认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心里无数次的后悔，我为什么要在镜子前做那套仪式？为什么要和小欧以及那2个姑娘去灵异场所玩游戏？紧接着，脖子上的红疹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大型的疱疹，随后就开始往外流脓。那场面我甚至恶心的吐了出来，用清水洗脖子，然后涂上妈妈买的药膏，再躲回棉被里哭。这天晚上，正当我窝在被窝里哭得红眼的时候，手机响了，一看是小欧打来的。此时我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丝希望。电话那头小欧说：你还好吗？我说怎么可能会好？小欧问：事情真的很严重吗？我把身体上发生的病变说给了他。随后小欧说：我也找老家那边朋友问了，没人清楚该怎么办。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认识一个这方面很厉害的人，叫林先生，可以介绍给你，但是要花钱。伊东问要多少？小欧低沉着声音说要50万左右。听到50万，伊东脑袋嗡的一下炸了。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自己掏得出50万吗？可是再想想，自己正处在极度的恐惧与痛苦当中，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只能向父母求助了。于是同意了，请小欧把这位林先生找过来看看。小欧说林先生好像在群马县，我再问问，你等我一会儿。然后挂断电话。晚上11点，小欧再次打来电话，林先生答应帮忙驱魔了。随后他们敲定了一些细节，明天林先生来伊东家，小欧也会跟着一起来，可以在驱魔完之后再付钱。沟通完之后挂断电话，伊东的心情稍稍好了起来，因为一切有了希望。这晚他睡下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白色和服的女人端坐在自己身旁，自己正在呼呼大睡，女人深深朝他鞠了一躬，然后朝房门外走去。在离开房门前的一刻，女人又回头深深鞠了一躬。伊东说，醒来后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梦，还是和我近期的遭遇有关。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林先生的到访。下午，小欧的一位朋友开着车带着小欧以及林先生，他们3人一起来到我家。林先生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个混混，不像什么正经人。我父母看见他的样子也很诧异，他自称姓林，但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假名，因为林不是日本的姓氏。林先生开门见山地对伊东父母说，伊东君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虽然我以前处理过很多这种事儿，但是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我一进你的家门就感觉到你家里充满了怨气。父亲将信将疑地问，可以冒昧的请问林先生您从事什么职业吗？没想到林先生不太客气地说，你很在意吗？如果不好好驱邪净化的话，伊东可能真的要被带走哦。母亲赶快插话说，那就多拜托林先生您了，可以处理好吗？林先生说，伊东现在这个情况呀，不交给我们这些专业人来处理啊是不行的。可是太太您知道这种事情风险很大，如果不多一些心意的话，我也很难办。父母听懂了林先生的意思，得加钱。父母问要多少钱啊？林先生说，我可是听小欧说情况很严重才答应来救他生命的，花这么久时间赶来，我想200万吧。
能救伊东君一条命。我个人觉得这个很便宜了啊，毕竟这种事情你们去寺庙也肯定找不到能帮忙的人。伊东说，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父母和林先生的对话。当听到要200万的时候，我瞥了小欧一眼，可以看到小欧也是满脸尴尬的样子。父母想了一想，那实在担心我的生命安危，便答应了。今晚就请林先生进行驱邪仪式吧。林先生出门去买做法事要用的东西。傍晚他回来了，随后林先生在房间里点燃了蜡烛，拿出了类似符咒的纸贴在房间内，还放了一颗水晶球，再将念珠握在手里，又往杯里倒了些酒。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一切准备好后，林先生说，伊东君，接下来我要帮你驱邪了，不会有事的，但是也请先生太太大家都去外面等，毕竟幽灵也有可能附身到你们身上哦。父母小欧等人来到房子外面，此时天色已经变黑。林先生嘴里念诵着像经文一样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手伸进杯里，将酒滴在伊东的身上。伊东说，我半信半疑地闭上眼睛，躺在棉被里。这是林先生要求的，不准睁眼。仪式开始后，过了很长时间，林先生诵经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我因为闭着眼，只能感觉到房中的气氛越来越怪。紧接着，突然我的脖子处传来剧烈的疼痛，这疼痛已经超越了之前病痛的程度。在我紧闭双眼，咬着牙忍着疼痛之时，林先生的念经声戛然而止，而且这声音停得很不对劲。这声音结束的太仓促了，他迟迟也没有发出声音在叫我，而且我的脖子疼痛也没有消退，反而变本加厉疼了起来。我感觉到一股寒气，好像有什么东西横在我的棉被上方。不久之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睁开了眼睛，只见眼前出现了恐怖的一幕。我看到林先生还在我的身边做着一些驱魔，可没想到那个家伙已经出现了。他就在床的左手边，面对着林先生，他将双手放在膝盖上，伸直了上半身，死死地盯着林先生的脸。他们两个的脸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紧接着他歪着头，像猫头鹰一样不断地微微抖动，嘴里还呢喃着，似乎在跟林先生说了些什么。没想到此时这个家伙突然停止抖动，扭头朝我看了过来，给我吓得瞬间闭上双眼，钻进棉被里拼命念阿弥陀佛。巨大的恐惧包围着我，浑身汗毛都炸裂了起来。可此时我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在被窝里闭着眼睛，听到一个急促的脚步噔噔噔跑下楼梯。我感觉到是林先生逃跑了，但我不敢起身继续害怕地躲在被窝里。直到不久后，爸妈进到房间，打开电灯，把棉被掀开，看到我已经蜷缩成一团僵硬着。果然林先生刚刚完全没有理会我的父母，冲下楼去，直接上车，和等在车里的小欧以及小欧的朋友一脚油门跑了，消失在黑夜当中。后来听小欧说，他上车之后除了开车2个字之外什么都没说。林先生吓跑了，虽然没有收我们的钱，但是驱魔的行为让事情更加恶化。可 S 老师还要3个礼拜之后才会过来，我该怎么办？此时伊东和父母都陷入到了极大的惶恐与无助当中。之后的第4天，伊东似乎痊愈了，脖子上的痕迹还在，但是疼痛好了大半，体力也明显恢复了许多，烧也退了。但是肉体上好了很多，精神上伊东却愈发惶恐，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还会再出现。又度过了几个不眠夜，这些天他几乎没有进食，总是敏感地注视着身边的一切，连家中待洗的衣物和窗外摇曳的柿子树都会让他一惊一乍，觉得是那个家伙出现了。无奈之下，父母也是替他向公司提出了辞职。S 老师过来还有2个星期，可伊东糟糕的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决定带着伊东开车去长崎找 S 老师去。上路之后，父亲在前面开车，母亲抱着伊东坐在后座，父母一路不断的安慰伊东，没事的，不会有事的。妈妈不断抚摸着伊东的额头，伊东说，我都20多岁的小伙子了，被妈妈这样宠着，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车子继续飞驰着，时间来到夜晚，我在车里好好睡了一觉，这是我许久未有的熟睡，我似乎睡了1天半。车窗外呼啸而过的尽是陌生风景，中间经过了很多服务区与收费站，终于窗外出现了熟悉的风景。我们来到了长崎，伊东的外公外婆住在长崎县一个叫柳川的地方。没想到车子开到长崎后，伊东脖子的疼痛加剧了，又是那种难以忍受的剧痛，把手放到后脖梗上，温润如湿。再一看，出了很多血，渗出了好多血呀！此时伊东意识到
那个家伙一定也跟着我来到了长崎，接上外公外婆，我们立刻开车前往寺庙去求助 S 老。外公外婆看见伊东的脖子也十分震惊。不久后，车子开到了寺庙，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伊东说到了寺庙的门前，我的身体才稍微舒服了一点。S 老师的家就在寺庙里，他家迎来送往，每天有很多客人。进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最深处，来到一间约有10张床那么大的佛堂。和我记忆中的 S 老师一样，他端坐在佛堂前的坐垫上，从容地转过身来。S 老师满脸和蔼笑容地说：“好多年不见了，伊东君，你都长这么大了。”说了许多寒暄的话，紧接着进入正题。S 老师把伊东叫到自己面前，和他面对面坐着，并且把家人都请到了隔壁房间。外婆出门前对伊东说：“不用担心 ，S 老师会帮你的，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知道吗？”伊东说：“我知道了，外婆。”伊东看到外公外婆出门前那心疼自己的表情啊，不禁潸然泪下。紧接着 S 老师说：“再靠近一点。”两个人移动到了彼此互相膝盖能触碰的距离。S 老师握着伊东的手，沉默不语，只是温柔地看着伊东。伊东说：“不知为何，我像是做错事怕被父母责怪的孩子一样啊，有些闪躲。比较神奇的是，眼前是一个比我弱小的多的老婆婆，我却被她那种连威慑都称不上的气场所吞噬折服。原来真的存在这样的神人啊！”没想到 S 老师开口说：“该怎么办才好？”伊东君，你害怕吗？伊东说：“怕。” S 老师继续和蔼地说：“是不能这样放任不管下去。”紧接着，伊东把这10几天来所有的恐惧与疑问都说了出来。“S 老师，我会变成什么样？您可不可以尽快帮我做点什么？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跟着我？我只希望他放过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S 老师，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S 老师，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只是去灵异地点探险，又不光我一个人去了，为什么只有我遭遇这种事情啊？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在镜子前面做了那套仪式吗？”此时 S 老师没有说话。伊东说：“我突然听见我的左手边出现了类似鹦鹉的叫声。”此时原本温柔和蔼的 S 老师突然面无表情，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家伙他又出现了，他就在我的左手边。S 老师应该是看见他了。伊东说：“我没有忍住，把脸朝左边转了过去，瞬间感到自己脖子上缓缓流下了带有温度的血液。他真的来了，他此刻就站在我的左边，看着我的脸。”鹦鹉声继续在叫，但我的脑中一片空白，心中十分慌乱。我拒绝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这里是寺庙啊，而且 S 老师就坐在我的面前，他为什么敢出现在我的旁边？就像1个礼拜之前一样，他又开始不断的左右抖动，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他继续发出鹦鹉一样的声音。我想林先生一天晚上肯定也是听到看到了这些才吓跑的。紧接着我感到呼吸困难，想要偷偷拼命吸一口气，却又失败了。此时我看见他伸手将贴在自己脸上的符咒缓缓掀起来。不能看！我告诉自己坚决不能看，绝对不能看。S 老师竟然还呆坐在那里没有反应。我想逃走，但身体动不了，隐约已经可以看到他的下巴了。我在心中喊着：“请住手，不要再掀了！”但嘴里只能发出呻吟声。糟了糟了！就在这时，我听到砰的一声，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心脏要炸开了呢。这砰的一声巨响让我跳了起来。我身体快要倒下了，下意识的想拼命向后跑，可因为我正坐太久，双脚麻了，又跑不动，双腿不听使唤，我一不小心咣当撞上了墙壁，我的额头居然流血了，血流进了我的眼睛里，让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能乱挥着双手寻找出口。不知为什么 S 老师还不出手，就坐在那里看着。紧接着 S 老师大喊一句：“还不行！”他这一声吼住制止了我的行动，我吓得跳了一下，呆站在原地，脑中开始飞速运转。现在是什么情况？不一会儿 S 老师低声细语地说：“抱歉，伊东，让你很害怕，已经没关系了，来，坐到我这边。”伊东说，我边用手擦着头上脸上的血，边慢慢坐回到 S 老师面前。他递了毛巾给我，毛巾上有一种香火的味道，很好闻。此时我才反应过来，刚刚砰的那声巨响是 S 老师用手敲出的声音。一敲之后啊，那个家伙就消失了。等我冷静下来之后， S 老师问我：“伊东君，你刚才看到听到了吧？”我说：“我看到了，他又出现了，就是这个家伙呀。”没想到此时 S 老师表情又恢复了和往时一样的温柔。 S 老师问我：“刚才发生的事情恐怖吗？”我说：“很恐怖。”老师问：“恐怖在哪儿？”我说：“因为那是鬼呀！”此时我大脑已经宕机了，完全不明白 S 老师到底在问什么呀。没想到 S 老师接着说：“
可他什么都没做，对吧？我说不是的，他害我脖子不断流血，你看他刚才还把脸上的符咒撕起来，太诡异了。S 老师说，你说的对，但除此之外他也没做什么别的呀，对吧？一东说，我很无语，没有再接话。紧接着 S 老师温柔地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做了说明，或者说教诲。S 老师说，首先一东，那个家伙毫无疑问是被我们称为幽灵或妖怪的东西，不过我不确定他是否是所谓的恶灵。就本质上来说，他的确会被我们归到坏的一方，但是我刚刚看他的样子，我感觉不到他有任何的恶意。我认为他身上的力量太过强大，所以会让人们有那么大的反应。但他一直很寂寞，总想找人说话，想触碰人，想被人看见，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伊东俊，你可能没有发现，你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很温柔，很美好，生活中大家都很喜欢你，也许他也很喜欢你，觉得你很温柔，所以每当他发现你注意到他时，他都欣喜若狂。可你毕竟是个柔弱的人，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怖，身体也会出现恐惧的反应。此时伊东俊的大脑再次宕机，伊东心想，我本以为 S 老师会做一番法事把他赶走，让我彻底好起来，可没想到 S 老师说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让我和他共存，这令我十分无语与恐惧。没等伊东多想， S 老师继续说，好了伊东，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接下来我们会花上不少时间，不过我会尽力帮你的。直到听见这句话，伊东说，我才稍稍安心，觉得可能真的会结束这一切噩梦吧。接下来伊东讲述了在寺庙的经历，我们将以伊东第一视角的口吻一口气把它讲完。S 老师开始为我诵经，但并不是驱邪，而是希望那个家伙能够成佛。诵完经之后， S 老师看我还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便笑着让我在寺庙里留宿一晚。虽然撞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脖子也疼到不行，但是处理好伤口之后，这一晚我却睡得很沉。第二天天亮，我起床起得很早，没想到 S 老师比我更早。S 老师看到我之后笑着说，我还有伊东。洗漱完之后，我们就去用饭。吃完饭，我们要出发去总寺。如前面所说， S 老师所属的宗教历史悠久，都被写入了教材。他的信徒和修行者遍布日本各地，又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被划分成东西两边，各拥有总寺，但在教义上是相同的。今天我们要去的是西边的总寺。 S 老师说，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的德行，当然我直至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德行该作何解，另一方面是为了供养他，以期他早日成佛。 S 老师说，我必须在寺庙住上一段时间。听到这句话，最开心的是我的外婆。当天我们就坐车来到总寺，迎接我们的年轻僧人早已待在那里，非常恭敬地向 S 老师打招呼。看得出来 S 老师在这里非常受尊重。正殿旁边深处有一个小屋， S 老师把我领进去，和总寺的工作人员们打了照面，大家都对 S 老师毕恭毕敬的。后来我听说 S 老师其实非常厉害，德高望重，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在教里的地位还会更高。因为 S 老师的缘故，我在这里非常受关照。住上几日之后，步调和作息与寺里的僧人就没什么两样了。在总寺住的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前来求助的和我一样的人，和他们聊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这里有被蛇的怨灵纠缠40多年的女人，还有因被人诅咒而导致整个家族没落的无依无靠的贵族后裔。总之，这里还有很多比我惨上千百倍的人。看到他们的遭遇，我反倒觉得自己很幸运。之后的一段日子，不知道是因为总寺的庇佑，还是 S 老师告诉我那个家伙其实无害，还是说因为我的生活变得规律了。总之，在这里的1个月的时间，我的恐惧消退了大半。直到住了1个多月后， S 老师又出现了。他看到我，笑着对我说，一东，看起来恢复得很好啊。我说，这都多亏了 S 老师您。 S 老师问我，最近这1个多月还有看到他吗？我说没有，一次都没有了。他是不是成佛了，或者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毕竟这里是总寺嘛。没想到 S 老师突然严肃地说，没那种事儿。我的脸瞬间又僵住了。 S 老师又笑着说，嗨，抱歉，又让你感到害怕了。可是一东，你看这里有很多正在受苦的人，我的工作就是尽力帮助他们，机会难得，这也是一种缘分。你就再在总寺待一段，学习一段时间吧。我完全服从 S 老师的安排，因为我心中的疙瘩还未完全消除。在那之前，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怎么说呢？这里风景很好，我也很喜欢这种时光缓缓流逝的感觉。之后我就又多在这里待了2个月。这段时间 S 老师没有出现，
直到2个月后 S 老师又出现了，这一次他是来接我回家的。整理好行囊，向几个月来这里照顾我的人们一一答谢告别。可我一抬头 ，S 老师不见了。好嘛，他怎么快步走了那么远？我立刻跑上去追上他，可没想到 S 老师突然回头，又用温柔的语气对我说：“一东，还是别回家了，待在这儿。”我以为 S 老师跟我开玩笑呢，说了一些这里的人真的好厉害呀，我还要不断向他们学习等等等。没想到 S 老师又严肃地说：“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还不能回家，因为他还在。”此刻我的脸又僵住了，浑身似乎掉进了冰窟窿，但是我服从安排，转身就又回到了4秒钟。之后又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这样在总寺待了足足5个多月。S 老师才再次又过来接我。这一次 S 老师说：“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但一东，你要每隔1个月回来一次。”因为 S 老师此刻也不确定那个家伙真的是消失了还是藏起来了。之后的日子我回归到了普通的生活，父母已经把我在东京租的公寓退掉了，行李也都搬回了埼玉。听父母说，当时收拾行李的时候打开房门闻到屋里有阵阵的烧焦味，房间中央地板上还堆了一滩小虫，父母也很害怕，就直接抄起东西走了。从总寺回到老家后，我打开了半年都没有碰过的手机。这样说来，手机对人类也不是很重要。打开手机后，我立刻被未接来电和短信给灌爆了。这其中给我发信息最多的人就是小欧。小欧在短信里写了很多给我赔罪，还有教我一些祈求平安的法事又说找到什么更多相关的人士要给我看看等等等这样的信息过去5个月了，堆积如山。也许小欧是认为我生他气了，就一直没理他吧。妈妈说小欧曾经来家里了解过情况。在我回家后的第2天晚上，小欧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那边人声鼎沸，小欧口齿不清，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开联欢会呢吗？我直接就给挂了，给他发了短信，只有3个字：杀了你。第2天小欧给我回短信了我可以抽空当面给你道个歉吗？当天晚上小欧就来到了我家，开门后看到小欧，我立刻邦邦给他2拳，把他请进了屋，跟他详细讲了过去半年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到最后，我俩既兴奋又害怕。我从小欧那里了解到了林先生来我家驱魔那晚的事情。小欧说，那晚林先生上车要逃跑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人明显不对劲了。小欧和朋友看见林先生上车后那慌张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他俩也被吓到了，于是不管不顾的一脚油门开车跑了。最有意思的是，小欧说林先生在车上精神失常了，他大吼着：“不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没有做那样的事。”小欧说，当车子来到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停下的时候，他抓紧时机跳车逃跑了。他实在不敢跟林先生再待在一个车里。听到这里本来消散许久的恐惧感再次浮现在我脑中，我又费了一番力气才让自己缓过神来。小欧再次诚恳地向我道歉，因为那天晚上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跟着林先生一起跑了。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想如果换作是我的话也会那么做的。小欧后来对这件事也颇为光火，还去找了那位给他介绍林先生的朋友，质问之下才知道林先生其实是个骗子。他的朋友受到林先生的怂恿，说是能赚点钱花，就把这个家伙介绍过来了。他根本不是什么驱邪的法师，这么看来真是万幸没有让他骗走几百万。再后来我也遵照着 S 老师的嘱咐，每个月去一次总寺。第1年是每个月去一次，第2年开始就变成3个月一次了。而这段日子，小欧大概还对我抱有负罪感，没事就跑到我家来陪我聊聊天。事情发生的第2年整， S 老师对我说：“一东，应该不用担心了，偶尔出去露个脸也没关系的，但是以后不准做奇怪的事情。”真结束了？我不知道。可是3个月后，S 老师往生了。尊敬的 S 老师，我还想从您身上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呢，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S 老师的葬礼结束后又过了2个月，寂寞的心情和失去重要之人的失落感慢慢消散，我终于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在忙碌的空隙之际，偶尔还会想起当年的遭遇，但因为2年过去了，我时时还会质疑是否真实发生过那些事儿。我从未曾对人提起过，也不需要提起，我只是努力地活在当下。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封外婆寄来的信件。剪开信封后，除了外婆的信之外，还有另一封信。外婆写道：“另一封信是 S 老师写给我的。由于已经过了49天，他按照和 S 老师的约定，把这封信交给我。这是 S 老师写给我一个人的信。我还是有所顾忌，能不能完整公开全部内容？我就跟大家说个大概吧。致伊东君，好久不见，我是 S 老师。那件事情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已经没有问题了吧？如果没有让你留下恐怖的记忆，那再好不过了。没办法，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今天我是想对伊东君你道歉才写这封信的。当然，老师没有做什么坏事，当时是迫不得已。可是，对不起，那天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其实老师我也很害怕，因为你带过去的那个家伙对我来说也相当棘手。可是伊东也很害怕，对吧？所以我提醒自己，我不能害怕。说句心里话，当时不管我怎么伸手，对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不过我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伊东，你在总寺的生活如何呀？有没有让你稍稍转换心情？当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对你说还不行，你还记得吧？当时我知道，如果你就这样回家，一定还会发生更惨的事情。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寺庙里住久了会很无聊的，但那时不能让你回去。我每天都为你祈祷，可他却迟迟不肯离去。现在应该没事了，他好像不在你附近了。不过伊东，如果又出现痛苦的记忆，请立刻再回总寺，那个地方可以让你变得坚强。如此一来，他就无法轻易对你出手。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当你感到太过痛苦的时候，就将自己交给佛祖。当身边只剩下痛苦之时，你必须下定决心。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想让伊东你死掉哦。但是如果事情还没真正结束的话，对伊东你来说，也许痛苦的日子永无止境。你在总寺遇到很多求助的人，你应该明白，真正凶恶之物会花上许多时间来折磨人，不会轻言结束。当他看到你痛苦的样子，他会暗自得意的窃笑的。让我遗憾的是，眼前有痛苦不堪的人，我是很想拯救他们，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太多了。唯独对伊东你，老师我用尽了千方百计想救你，但老实说，我并没有自信。当你感觉不到时，会认为它消失了。可是不能掉以轻心，或许它就是等待着你卸下防备的那一刻，知道吗？伊东，绝对不能松懈，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靠近奇怪的地方，也不要做多余的事。相信老师好吗？很抱歉，过去的日子里对你说了很多谎。我叫你一味的相信我，我太过自私，但即便如此，还是请你相信。直至最后，我都在向佛祖替你祈求，希望你平安度过每一天。我总是这么祈祷着。我边读 S 老师这封信，手还是不住的颤抖，还恶心的流了一身汗，心跳速度也逐渐飙升。到底是为什么？难不成2年半过去了，事情还没有结束吗？此刻我突然察觉到，他正在某处看着我吧？难道我已经无路可逃了吗？难道过去这段时间他只是躲了起来，等待我松懈吗？只要我一想起他，他还是会出现在我眼前。不管怎么样，疑心一发不可收拾，我又回到了2年半之前那种深度恐惧当中。难不成 S 老师生前也被他折磨过，所以才留下这封信给我？难不成一切都从未曾改变？会不会林先生也被他缠上了？当时他到底对林先生说了什么？和我不同，他对林先生说的话呀，应该更直接，所以林先生才会变得那么奇怪疯掉。过去的日子，S 老师为了不让我担心，说了很多谎。会不会事情已经严重到不说谎不行了？会不会 S 老师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了，所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为我担心？越是胡思乱想，我就越混乱与恐惧。我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就是过去2年半，我依然无法判断事情的全貌以及它是否结束了。我难道是犯了什么必须受尽煎熬才能赎罪的大错？如果让我对大家讲点什么，我还是开头那句话：不管你被什么东西附身，被什么东西当作猎物缠上了，真的都不是闹着玩的。不管谁跟你说事情已经结束了，都绝对不能松懈，直至最后。还有，我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有件事我必须要道歉。以上你们听我讲述的故事中有几个地方我撒了点谎话，这是为了让故事更加容易阅读，加上有些事我也不太清楚，希望大家能睁一眼闭一眼。综上所述，很多地方大家应该看得一头雾水，连同这件事情在内，我还请大家原谅。但是我该道歉的东西不是这些。其实以上你们看到的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建立在我的谎言之上，大家应该没有察觉，因为我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完整的传达这个故事。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有些矛盾？但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这个故事。其实我就是小欧，即便到现在我再怎么懊悔也无济于事了。故事完。以上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网络恐怖怪谈又鞠躬。讲道理啊，看到最后这个转折让我也浑身发麻呀。比如小欧为什么要以伊东的口吻去讲整个故事，最后一刻才揭秘我其实是小欧。
这样看来，伊东一开始就被脏东西缠上，也许始作俑者正是小欧。大家想，是小欧撺掇着伊东去灵异景点探险的，后来又有意无意的给伊东讲这些招阴的仪式、诱鞠躬什么的。因此有网友猜测，一开始是小欧身上遭遇了那个东西，所以他才能把身上这些病变啊什么各种东西描绘的如此详细。也许正是他的阴谋让灾祸转移到了同伴伊东身上，越想越让人觉得细思极恐。希望大家一起探讨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今天过年啊，我代表月月还有我们几位同类型的 UP 主朋友英大吉、元宝、江无情、长风哥、黎黎何金银等好朋友，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万事如意。2025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干！小猫咪月月在他的小别墅里，嘿嘿，月月的狗窝，月月睡狗窝，小狗狗月月，小母狮子月月宝宝，月真好看，爸爸摸摸手手，握手握手，你好月月。小猫咪，小梨花，呀，过年好！小月月过年好！打死月，打死月！月月最可爱，爸爸最爱月，打死月月。